沉香如片杨子是救场还是抢戏？热询更新情况如何？最近，主管观看了由杨子表演的电视剧《沉香木片》，对于相关性，冠军也类似。当初经纪人认识杨子，是因为看过《家有少年》这档节目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他。我觉得杨子无论是画面还是演技都非常棒。要说为什么，很多人都在说勇敢的女人杨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节目是迎来了杨子的冠军，而她那段时间却忙得不可开交，或许那段时间她宁愿不接节目。不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冠军，所以节目组不得不再次选择找你的勇敢的女人。杨子来《沉香木片》这档节目，我简直就是辅助。由于外界很多人都一致认为杨子正在受到大家的关注，面对这一切，杨子一行人和杨子代表一起上报，可能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点，这就是校对者的想象。如果他们不提供这些表达，他们首先将无法为同伴完成工作。毕竟有无数的故事，他们需要急于给冠军杨子澄清一下，不然他们就不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演戏了。其实说白了，这部剧就是要表扬一下男主。所以他们说追不到冠军，其实剧组一直在选人，因为之前就很有意思的找到了勇敢的女人杨子，感觉以她的影响力和演技，她同样被人设了，所以这个节目的流量同样会更加突出。我同样需要迂回的把传说中的诚意的流量推向巅峰。更重要的是，勇敢的女人杨子还是欢瑞组织的人。至于人际关系和不同的角度，这个节目将继续进行。店长觉得我不太理解关于冠军杨子的提问，喜欢两个人都在试图公平对待各自的女神，反正坦白说，见一面就好了，尽量不要随便讨论。所有综上所述，监制也不是最糊涂的，这一集的来龙去脉和逻辑结果，可能需要几个人才能知道。但有一点，校对师认为杨子不能接受别人的场景，没那个要求。大家都认为这部电视剧是一档大流量节目，谁也不会觉得就这么一点点冠军之差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而且在剧中，勇敢的女人杨子的演技也非常棒，每个人都意识到该组织计划倾向于传奇。谁能想到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她还能有如此出众的表现？校对员对她格外充满希望。我从小就对她充满希望。各位怎么看杨子和受到大家关注的问题？无论如何，我不相信他。另外，喜欢杨子出演的众多电视剧，欢迎小伙伴们互相交流。02毛晓彤蒋依依言论区沦陷，程毅、杨幂等众多男星粉抢婚。自从白敬亭和曲怡的恋情被曝光后，网友纷纷调侃说，白家的嫁妹变成了白家的嫁妹。目前某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粉丝都在抢婚妹。此前，张艺兴、杨幂、朱一龙、程毅、谭健次、妈妈天宇等众多粉丝在毛晓彤言论区喊着要结为姐弟。目前，易烊千玺、王俊凯、吴磊的粉丝们都去蒋依依言论区寻亲一姐。不得不说，这些人还真是有点眼光。毛晓彤除了别的，她处理陈翔的事情的态度也堪称楷模。一开始，我尽量避免惊慌失措、没有可怜的销毁或出售。考虑到所有事情，我在媒体上假设有问题，个人会越来越多地考虑报行而不是工作，这不是很常见。那时我们然而在被代表之后，视频立即播放，没有说任何附带的话。几年后，陈翔又开始做野兽了，播放录音时一言不发，话语清晰连贯。反倒是陈翔的甜言蜜语直接潜入了的河。毛晓彤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她没有马马虎虎的进步，而是始终如一，始终如一。她的专家能力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评估。她虽然不算太年轻，但长着一张精致的脸，还有点普通，有大量工作可供浏览。坚持下去，更不用说引爆红色了，但她往往是中等知名度，同时在路人中非常知名。蒋依依作为小明星做了介绍，她恭恭敬敬、活泼妩媚，容貌出众。
他毫不费力地受到人群的崇拜，在大人眼里，他是个正经的孩子，身上有种气势磅礴的气势，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近距离和个人，他的面部元素非常出色，而且相当勇敢。从小就开始录音的蒋依依，演技不俗，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，也让她的演技得到了提升和锻炼。蒋依依是个爱偷笑的大小姐，据说爱窃笑的小姐们会得到惊人的好运。蒋依依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，因为她通常会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。这么敬业又中规中矩的艺人，不得不说，越年轻越厉害。不管怎么说，假设某人伟大，他就伟大，所以你不能让你这样组织。嫁妹的要诀就是你很优秀，不愧是我的姐弟。这对女明星不够重视，二是她们对自己的行为太过分了。当我被家人和家人鼓励结婚的时候，我好气人。我不是婚姻机器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的生活不只是婚姻，你不把我当回事，通过任何想象力。说到这里，他转过头，嫁嫂子，你看我姐夫怎么样？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，我先叫嫁嫂子吧。一个有着可爱性格的女明星，实力和能力，但是夸她伟大的方法是，我记得你是我嫁给别人的妹妹。你说你开玩笑，你干嘛那么认真？想想你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？还开这种低级的玩笑，没意思没礼貌，你就觉得很惨。不管一个女人在事业上多么有成就，最终也难逃被定位大婚帮凶的命运。一个闲坐着被神秘点名在评论区的男星，同样是羞辱，却同样被不同背景的人巧妙地踩在脚下，因为他不值得称赞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，不管家人养了他们多久，都不应该去扰乱他们的感情？反正追了这么久的明星，得到了一些支持，我觉得自己对符号的崇拜还是有些控制的。他正在见一个人，未必能成全。如果他要找的人离不开你，你就会追他，训斥他。对于女明星来说，她们在媒体上的现实意义，并不是嫁给你的妹妹。03张艺兴吃播视频用英语交流遭群嘲，耗尽了我这辈子所领悟的，跳出2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东西只是他的粉丝狂欢而已，贱民根本不会在乎他在做什么。说起来不完全一致，本质上王嘉尔的粉丝们是很苦恼的。为什么？有人说张艺兴模仿王嘉尔在国外训练，粉丝把王嘉尔推倒，太没良心了。这个说法是有证据的，见下图。本图为张艺兴发布的吃播视频截图。在视频中，他给人的印象是吃着一根香肠，用蹩脚的英语说话。话虽如此，但和王嘉尔熟悉的不知名方言和规则的发音相比，还是差了一大截。事实上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好歹张艺兴也绝对不是顶流学霸，别指望他去韩国留学就可以学得一手熟悉的英语，对不对？问题是，有些人普遍认为张艺兴去看 NBA 比赛就能征服粉丝，于是这段视频赚到了虎扑，被虎扑的人嘲讽了。人们主要抱怨伴随的焦点。首先，一头黄头发，一口蹩脚的英语，他很像一个城里人，甚至不像城里的水泥兔子那样自由和单纯。香肠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好开心！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的确，或许是张艺兴穷其一生所悟，只蹦出2句。其次，在进入 NBA 之后，我觉得自己足够全球化，可以征服狂热的支持者。说实在的，美国人丝毫不在乎这个人是谁。已经是哪一年了，你还在为本土交易玩商品？3发吃播视频，导致个人失去饥饿感，非常丢人。成为偶像，成为象征，不要成为网络 VIP。网络大佬们无论如何也别想了，能放下面子，做不到。所有的东西深思熟虑，不多说。也有个别人士争辩道，张艺兴发视频纯粹是为了讨好粉丝，与贱民无关，为何如此奇怪？难不成这件事被对面的家人说完了，故意闹矛盾？这种说法遭到某些人的否认，他们承认这可以让一大批人唾弃，而对方的信众没有那个资格。不得不说，张艺兴太浮夸了，令人作呕。
往往看出张艺兴在这一点上很丢人。当年号称四海归的挣扎，很明显进去的人正踩着缝纫机呢。除了鹿晗和关晓彤的关系外，总的来说没什么好讨论的。最近，这位30岁的未成年人正计划举办一场活动，并发布了再次结婚的消息。或许他背后的那帮人只是想早点从他身上榨取好处，然后为所欲为。黄子韬会在哪里？他已经被困在地球焦点好久了，不管是不是和自己旗下的工匠有什么瓜葛，他都起不来。剩下的就是张艺兴了，他还忙于自己的金牛犊事业，可惜忙得不可开交。以他的音乐水平，去录旋律简直就是滥用录音棚硬件。孙红雷等人好不容易认识，现在几位大主管都离职了，有的一直困难重重，而离谱的考验已经枯竭，我不能给他太大的好感。如果没有，他可以做一个配角来拖延，很像清除沉闷的风暴。当一个工匠处于衰落的初期阶段，难免会被群体贬低，而缺点是第一罪。当人们不再互相窃笑的那一天，那将是非常酷的。不知道今天的张艺兴还能坚持多久。